欢迎收看《某节点评》。今天川普又放狠话了，现在这一次他不是加倍奉还，他是要20倍奉还。他特别点名了伊朗说，如果你胆敢去侵扰、你去伤害荷姆兹海峡的话，他会用最强大的火力20倍奉还给伊朗。这个代表什么？这代表这场战争其实已经到了收尾的阶段。这场战争最关键的节点就是荷姆兹海峡。如果川普可以控制荷姆兹海峡，他如果可以让荷姆兹海峡自由航行的话，他还会畏惧伊朗吗？伊朗对他还有任何的影响吗？现在伊朗已经没有空军，已经没有海军，他已经没有火箭，甚至他的无人机已经受到了巨大的伤害，他已经没有办法对外扩张。一个不能对外扩张的国家，他唯只剩下荷姆兹海峡。如果今天川普真的把荷姆兹海峡抓起来的话，他可以对整个伊朗为所欲为。一个可以对伊朗为所欲为的川普，他对于整个战局会有多大的影响呢？好，我们今天请到4位来宾，在台湾首位的财经专家黄寿松，你好，大家好。好，这是美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大家好。好，第3位是资深媒体人狄学伟，各位大家好。好，第4位是军事专家陈国民，大家好。是哦，我们之前听过说加倍奉还已经够可怕了。现在川普居然讲说，你胆敢阻止石油通过荷姆兹海峡的话，我要20倍奉还。我本来听不懂，你告诉我才知道说，原来现在伊朗的战争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已经到了最后的节点。这个节点是什么？谁能够控制荷姆兹海峡？如果美国可以控制的话，那现在美国就完全没有任何的担心了。是，它可以整个等于说为所欲为、予取予求的来对付伊朗。没错，实际上20倍奉还这句话从川普的口中说出之后呢，你知道吗？全世界股市昨天大跌，今天大涨，所以那甚至油价也大跌。所以呢，他一句话改变了全世界。他这句话是什么？伊朗敢阻止石油通过荷姆兹海峡的话，美国将20倍奉还。他这样一讲之后呢，全世界都为之震动。他一句话影响全世界。另外，他还讲另外一句话，这是美国送给中国及所有频繁使用荷姆兹海峡国家的礼物。他讲这句话好像是送给中国礼物，是不是？对啊，没有。我以为是讨人情啊，他是威胁中国。你说这句话是威胁中国？当然，礼物我可以收回来，礼物收回来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要感谢我就多买一些东西。所以他的意思是这样。好，那我们讲他这样20倍奉还一讲之后，大家认为说，哇，川普老大哥出来主持公道的时候，荷姆兹海峡应该可以通过了。所以呢，油价昨天早上我们还看到一桶到120块哦，现在已经来到了80几块，一下就跌下来了。那你说真的有没有油船通过？有，这个希腊船网旗下的这个神龙号的这个油轮呢，它就通过这个地方，已经开始有油轮通过了。不过他还是很怕说会被攻击，他通过这个荷姆兹海峡还是关掉应答器，通过之后把它打开。所以看起来话，现在已经有油轮开始通过，而且那现在的这个川普就准备弄出组合拳。组合拳是什么？一个我可能有保险公司，我在那边美国主导的保险公司，美国军舰要在旁边护航的这个情形，他只要控制住了荷姆兹海峡的时候，这一场伊朗的战争来说就基本上就结束了。为什么？因为这一次大家全世界最怕就是因为你伊朗攻击荷姆兹海峡，导致石油大涨嘛。现在我控制住之后，油价不会大涨，大飙特飙的时候，伊朗接下来我就是关门打狗。而且你讲说，为什么川普他敢讲说我要你无条件投降？是因为对川普来讲是。现在你海军已经没有了，对，你现在空军已经没有了，对，你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对外扩张的武力了。是，我现在唯一在乎的只有你荷姆兹海峡。是，如果荷姆兹海峡我也控制的话，对，那等于说我跟你没有谈判空间的，是，我可以为所欲为啊，对，我想打哪就打哪，我想炸哪就炸哪，我想对你做什么攻击我就做什么攻击。是，就伊朗来讲，它是没有还手的余地的。没错，刚才你提到嘛，它已经没有空军，没有海军，而且现在只剩下陆军，而且人家都龟缩在你的基地里面，所以现在怎么办？你根本无力反抗。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你看。首次的13架的这个美军的 B-52轰炸机飞到英国来。好 ，B-52轰炸机是载弹量最大的轰炸机。我们知道市场它可以炸弹量可以30吨。另外一个，它还出动了什么？它现在出动了这个82空降师来到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来说，82空降师要做什么？82空降师就是精准打击。我如果发现你的核设施铀矿在哪里，我就进去把你单点的把它拿掉，或者我要占领这个哈克岛的时候，我就单点把你拿掉。这是他们准备的一个状况。但是呢，B-50轰炸机才是真正的杀器中的杀器啊！而且之前讲哦，我进来我不是用隐形战机，我用 B-52 没有隐形功能，我就是堂而皇之的进到你的领空。而且现在很多人担心说，哦，你现在的精准炸弹不够了啦，你的火炮不够啦，火药不够了啦，你这场战争不能持久。对不起哦，我今天
如果是 B-50的话，我使用的弹药根本不用担心不够。对，没错。为什么他那么大胆？B-52不是隐形轰炸机，进去你不怕被攻击吗？因为伊朗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武器了。你看，川普直接说嘛，海军都被歼灭了，我们已经歼灭了43艘，但是其实46艘，但是其实是50艘。另外一个部分来说的话，有人就问川普说，我们打掉了这个伊朗的这个所谓这个船舰是什么等级？他说其实是不错咯，装备不错哦。那你说，那为什么不把它干脆把这个所谓船只虏获，然后把它拿回来呢？而是要把它集成它呢？你让美军说什么？集成它更加有趣啊！所以等一下，你看美军真的把你玩弄在手掌之间嘛。而且像我们以前报道过很多的环太平洋军演，环太平洋军演每次最后的重头戏是什么？大家要狂轰滥炸军舰，对，也就是军舰不是你想炸就炸的。当然，过去在环太平洋军演里面，曾经连炸了10几枚、20几枚的飞弹，结果那个船还是继续的漂浮在空中，是唯一只有什么 MK48一枚就直接把龙骨打断。对，可是这次不是哦，是这次我可以用战斧飞弹，我可以用远程飞弹，我用这个鱼雷，对，连续的攻打，代表现在美国集成军舰的能力是超乎我们想象的，而且他这是要展示给别人看的，展示给谁看？克主要竞争对手谁呢？谁有那么多船只？中国。所以呢，他故意就打给中国看嘛，因为他很多装备来说就是俄制跟中制的武器，我就打给你看。对，所以呢，为什么美军又说打起来更有趣，就是打给敌人看的一个意思。好，因为中国自己很骄傲的讲说，我现在是全世界军舰服役最多的，我就像下水饺一样，在整个西太平洋里面，我的军舰数是远高于美国的。现在我就告诉你说，你很多，对不对？对。现在我居然可以一个一个的端掉，我现在这个时刻里面，我已经可以干掉50艘的伊朗军舰。对，我们讲事实上，美军在2战的时候，你看他一共出动了约莫3万架次的 B-29轰炸机。当时你看东京大轰炸，到处给你日本主要城市的这个大轰炸，炸到你根本日本无反抗之力。那你知道吗？当时轰炸掉了所有的武器来说的话，现在大概只要出动4000架次 B-52跟 B-1B 就可以完成了。对这个4000架次，这个太简单了。而且人家说，当时的这个1万多个目标来说啊，只要500架次就可以达到。所以对现在来讲的话，美国人家就说美国，你好像炸弹不够啊，精准导弹不够，他根本不需要精准导弹，我最普通的战斗的炸弹，我用 B-52轰炸机这么大的炸弹量过去给你狂轰滥炸。炸到让你连路都不知道该怎么走，对，所以他的策略是这样。更何况所以你的意思说，我今天如果动用到了 B-52，我就是代表一个全面碾压。对，没错。那你看，现在还有第3个这个布希号也要来这个地方嘛，它的打击力量会更加重的一个状况。所以你看，美国有大量的这个空战来这个进行碾压。那你想，不是只有这种所谓这个大军力的这个碾压，他们也可以进行所谓的精准的这个打击啊。我们可以看到说，这几天的一段时间里面来说，他们不是展示了非常多。你看，不论你是把这个飞弹车藏在这个桥底下，或者说你把这个工厂里面来说话，有很多这个武器，我要炸你，我炸到工厂，不会炸到马路。美国都展示说，你看，我不是只有重型轰炸，对，我只要发现到你有什么我需要精准打击，我也可以精准打击。所以你看，伊朗现在怎么办？他没有还击能力，他只能够第一个。好的东西准备被精准打击，那如果一般的这个建筑准备被狂轰滥炸，它根本毫无反击之力，所以才说嘛，只要控制了荷姆斯海峡，这个战争基本上是的确结束了。难怪川普说我没有要跟你谈判。对，没错，我要你无条件的投降。好，那我们跟他讲，事实上我们就说这一次的攻击来说的话，真的是让我们看到说以色列跟美国军事的实力。这几天的时候，不是他们公布说哈米尼的这个碉堡，它的碉堡你看，它不是只有表面上的碉堡，它有好几层的这个碉堡，这样层层叠叠这样下去，然后他们在这边办公。所以说以色列事先已经知道你的碉堡长什么样子，所以50架次投了狂轰滥炸，炸一层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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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层给你炸到你哈米尼毫无还手跟毫无葬身之地。对，你就知道说这一次显见了美国跟以色列。我们难怪那天看到的讯息是说，以色列的 F-15发射了30枚导弹，它是放到了外太空，然后精准的打击垂直下来，一枚，完全是哈米尼的那个空间里面。对，就是因为它不是只有表面，它不是只有地表，它在底下有很多层。对，它其实占地非常广，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德黑兰的市区，然后一层一层给你炸。你以为你躲到一层的时候，上面看到炸弹，但是它一层一层给你炸下去。你就说这一次以色列军方要置哈米尼死地，到底是多么完整的准备？好，吴总，我们在讨论这个事情，就是说，
大家会觉得你川普太嚣张了，你凭什么？跟你讲，伊朗这么大的国家，你说，我没有要跟你谈判，我要你无条件投降。很多人讲说，这个无条件投降，这场战争就会没完没了下去。你说没有，那个太外行了。因为美国只在乎一个地方，我要不要控制荷姆斯海峡？如果我已经控制荷姆斯海峡，刚刚讲到你的海军已经被我消灭掉了，你的空军已经被我消灭掉了。你的飞弹部队已经被我消灭掉的，你的无人机，而且你的无人机里面的工厂也被我慢慢一个一个端掉，端就代表你的在有生力量是慢慢的消灭掉。既然如此的话，只要我控制了荷姆斯海峡，其他的所有的伊朗对我来讲，我根本就为所欲为。这场仗要打多久算多久啊！荷姆斯海峡到现在为止就是被美国控制的，到已经为什么大家不敢走呢？不敢走，因为革命卫队有宣布说他要封锁荷姆斯海峡。那这个封锁跟宣布这个故事在伊朗政府手上已经玩了好几十年了。他从共和国化以后，每一次跟这个西方或世界国家冲突，他都喊要说我要封锁荷姆斯海峡。所以狼来了已经很久了，狼来喊太多次了，但有真正封锁过任何一次吗？没有吗？从来没有过。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这是他最后一张牌。那个的后果太严重，他封锁荷姆斯海峡会搞到什么情况？我们先讲这一次现在目前的行情，他喊一喊，就你看油价就跳上去了嘛。跳上去的时候，那欧洲的这些石油的这些的dealer就开始估计了，如果真的封锁的话，会搞到150块钱到200块钱美金一桶，那变成什么情况？你说通膨全球金融危机啊！对，那全世界人。GDP 要打好几个折扣下去啊，所以那不可能就让这种事情发生。那这种事情如果发生，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况？法国已经派了舰队进去了，法国现在军队已经不讲话。昨天我看到报纸上登，他的戴高乐号已经过去了，航空母舰已经去了，对不对？为什么？他保护他的油源呢？到时候你跟我搞，我的船就开到你门口，看你怎么办？荷姆斯海峡。第一个，它是一个长期拿来恐吓用的议题的啊，这大家了解。第二个，它这个海峡只一边而已，另外一边是谁的？另外一边是美国的，对不对？这个不是问题。他为什么现在不去控制荷姆斯海峡？这个学问才是我上次在这个节目里面讲的嘛。学问是什么？他要涨价嘛，他没给，你知道吗？全世界第一大能源出口国是哪个国家？美国。美国啊，最大生产国是他。它是什么？它什么？美国这几年它的石油生产已经增加1倍多了。对，它是全世界第一大。我们先把概念讲清楚。然后它的油叫什么油？它是页岩油，但是它成本多少钱？你知道吧？它每一桶一样的一桶成本是40块钱美金到70块钱美金。所以它75块啊，如果再跌10块钱的话，它有很多页岩油的工厂倒闭，你知道吗？成本。不付成本，要不付成本倒闭，现在很多在陷入危机当中啊，跟联邦贷款啊、借钱啊，很惨。所以川普看到他涨起来的时候，好急啊，就让晚上涨一下。川普最希望涨到120块。120块来讲的话，对他来讲最有利的一个价格。这是欧洲的他们的分析的，那个分析很细腻，我不谈了。就是说，涨价对川普来讲的话，不是一个坏事情，但涨到什么程度，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所以。我再回到刚刚讲的，所以荷姆斯海峡不用封锁。好，那问题是谈到伊朗的问题。你说你们刚刚提到，可以他随便川普怎么干，对这个事情对不对？这是对的，大概8、9成都对了。我现在问很简单一个问题嘛，伊朗要活，要凭什么活？第一个要外援嘛，对，他子弹要打光，对不对？他的钞票要花光，对不对？他的飞弹要打光，那他后援是谁啊？谁给他后援？中国敢吗？不敢吗？中国当然不敢啊！中国没有给他后援嘛。所以川普讲那句话是说，我现在谁胆敢去动荷姆斯海峡，我不是加倍奉还，我是20倍奉还。他还特别要中国感谢他这个大礼。然后唯一在这个国际媒体上面传播的有提供外援的一个国家是俄罗斯。对。结果有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就跑去问中央情报局的高层官员。中情局官员不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呢，他的军方，他这个国防部回答很简单，他是战争部回答说，我们不太在乎这个事情啊，不太在乎俄罗斯帮他忙这件事情，因为据说谣传啊，欧洲媒体谣传说最近几波的飞弹攻击啊，会精准的打到美军基地哦。
那个就是俄罗斯提供的卫星的导引啊。对，这个坐标我不给你怎么打？这个坐标谁给啊？俄罗斯给，说俄罗斯给的。那俄罗斯为什么要给？那是不是真的俄罗斯给？不知道，这都是这像都是谣言。可打到谁嘛？都打到盟邦的美军基地或是外面。那他打谁？他都是打阿拉伯的盟邦嘛。所以这个是一笔糊涂账。但最后的结果就是孤立了伊朗。伊朗现在完全没有外援，没有外援，这个仗怎么打？结果他选出来一个全伊朗最狠的一个最狠的一个这个最高领导人。你说哈米尼的二儿子很狠，因为他非狠不可啊！根据伊斯兰的法律、伊斯兰的文化的传统，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杀父、杀母、杀儿子、杀子女，这个有这种血海深仇啊，他不能不报仇的。他的宗教的信仰上面，他非报仇不可，他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跟美国谈判空间嘛。他故意选这个人出来啊，在干什么？就革命卫队故意跟你耍狠啊！这有门给你吹个紧绷啊啦，尾桥的啦，那尾桥可不可以桥？可以吗？当然才可以桥嘛！我就告诉你，老子跟你拼了嘛！我带传自杀炸弹，全身火药，全身火药跟你拼了嘛！拼了之后，你要跟我谈个好价钱嘛！因为你不要忘记啊，这个荷姆兹海峡，包括整个中间的炼油的利益是最大是谁拿到嘛？革命卫队拿到嘛？革命卫队也已经不是革命卫队，不是一个宗教系统，它基本上是一个企业关系。对。所以他们还是在搞钱，所以他的千里为官只为财，只为财啊！所以他很简单，为什么川普不急呢？川普也是只为财啊！这个我跟你讲，大家都为了钱，你巧几年，你把他当演戏，他不讲。我们看他们紧张，都担心东担心西，他们在搞钱。美国昨天记者在飞机上问他，还是在哪里问他，说什么时候要结束？他跟你讲说不太顺，快了。他为什么有这个把握？通通都要掌握手上嘛。中国跟几个外国、中俄两个大国不介入，他就吃你吃定了嘛。然后内部有没有分裂？当然内部一定分裂了嘛。所以这个故事完全在川普一个人在玩，他玩的问题现在不是在军事作战，基本上是人员作战，人员的整个权力的重分配、财务的重分配，他在救美国。第一个涨价救美国的页岩油的企业，第一目标；第二目标更大。要把全世界的人员通通控制住。好，轩，我们刚刚看到他去打哈米尼的那个过程里面，我真的觉得太精彩了。是，他讲的哈米尼原来不是只有一个房子，它是一个整个大社区。然后整个大社区旁边有没有雷达，有没有防卫队，其实都有哦。它的防卫组织其实很严密哦，可是它没有办法，因为以色列是用 F-15直接打到了外太空，打到了这个大气层，当它直接垂直下来，那个速度是你完全挡都挡不了，你就算看到你都不能挡。而且它不是1枚30枚，我当时心里想说，你干嘛要30枚？原来它是底下好几层，我一层打穿了，再打一层，一层打穿，再一打一层，那要多恐怖？那要代表每个弹道都在同一个位置，你说？这是美国长久以来，你要看美国战争不能看一时一地，它是长久以来一直在演练这种攻击能力的。因为美国的武器你要知道哦，你说它的穿地弹，去年的5月重锤有没有？它那个穿地弹进去之后，它还会告诉你回报说我现在打进去可以打到多深，对不对？那我进去打到多深之后，我在里面引爆之后，对，告诉你说已经打了多深了嘛。所以我这一枚是10公尺，对，这一枚是15公尺，这一枚是20公尺。我在司令部里面我都知道，所以你今天说你的地下碉堡到底深度有多少的话，我每一枚打进去说大概有几枚可以打到你最底下的地方哈，它都已经回报得清清楚楚嘛。因为所以从美军这一次的武器可以告诉你说哈，他们今天的武器差距已经跟中俄拉很远了，尤其这个实战很清楚的告诉你说，你中俄没关系，来。你要提供多少武器来？对不对？你提供来了，我也在看清楚，讲你到底武器到哪个阶段嘛。所以你说你中俄这次敢攻击吗？不敢来啊，对不对？而且你知道吗？刚刚我们讲到荷姆兹海峡这个地方，为什么他要控制荷姆兹海峡？其实啊，美国最怕的就是怎样？革命卫队，他们下面分了很多层哦。革命卫队有圣城军、巴斯基啦，革命卫队的陆军、海军、空中军，对不对？那你现在这些伞兵游泳散到各地的话，那你到底还有多少巡弋飞弹，或者是那个导弹，或者无人机？我不知道。那现在为什么荷姆兹海峡很多油轮不敢过去？
我哪叫你怕的，我们给衰，对不对？对不对？你就算是1/1000，我也不要当那个1/1000呀。更夸张的是，保险公司没有人敢保啊，所以大家没有现在啊，不冒着头皮过去，就要看你美国说现在到底可以提供我多少保障。所以他现在美国他们现在就知道说，你伊朗有很多的地下飞弹城。就是你无人机飞弹都是在从地下飞上来，对不对？所以他们现在用卫星征兆，就是说你现在发射导弹出来之后，我就告诉你说哪里有哪些城，那我马上派飞机过去。所以他现在在清理战场。对，在清理战场，他要确保荷姆兹海峡这一块的海域，你陆上的发射基地有没有全部被我歼灭掉啊？所以你看，过一阵子大概，川普他现在信心满满的，没多久就把你打掉了嘛。因为之前的话，先把你空军打掉，接下来打海军。对，海军舰艇最危险的就是在你附近能够发射东西嘛，发射奇袭嘛，对不对？那你知道美国他打你海军的话，把你打掉的话，他有多少武器？你知道吗？他们现在有 B2 轰炸机上面有一种叫快程弓箭炸弹，2000磅的那个炸药。对对，这个炸弹飞过来的话，再来那个 GBU-31的那个联合直攻弹药，你知道吗？1999年，所以我 GBU-31我不是只有钻地弹，对，我现在也可以拿这个来打这个军舰啊，因为这个便宜但代价又不高，因为这个就是投射嘛。因为我的空中你已经没有空军啦，所以你下面我看到你船在哪里，我直接飞过去就直接投射下去。因为我现在看到美国宣布这个战果的时候，我觉得我非常惊讶。因为我们谈过很多次这个环太平洋军演，对，我们谈过很多环太平洋军演。我就是刚刚讲的，每次最后的重头戏就是我要沉船。沉船的时候，刚刚讲了，我这不是说一枚，很多枚就不断的打，那个船还好好的在那边。可是你怎么可能说在这个莫名其妙的状况下，1艘、2艘、3艘，现在已经50艘的这个全部不见了，全部都不见了，而且全部被打沉到海里面去。原来它现在已经不是只有 MK48，它现在不是只有鱼雷，它现在在空中的火力也这么厉害。对，空中武力2000磅炸药下去的话，龚警长，你这个船再大艘的话，你经不起它这样在船里面爆嘛，对不对？那我们刚才像1999年南斯拉夫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投这种 GBU-31啊。哇，那个炸弹下去的话是一层一层，我们刚才讲一层一层的下去，对不对？也就是当时 F117也是美国最神秘的隐形战机，居然失事了，居然被南斯拉夫大使馆、中国大使馆给拿去了。拿去了以后，它是地下5层，结果美国当时也是一样，一层5颗飞弹，我觉得我已经打到了地下5层，就没想到最关键的那个零件没有炸掉。对啊，所以我就跟你讲说，这个下去之后。这个现在的武力，如果来打你的船的话，你每艘船也没有办法承受这种压力嘛，而且你的空防已经都不见了。对，那我们刚才讲到前几天不是有一个 MK48那个重型鱼雷，那个我们台湾也有啊，所以为什么？对，所以对台湾来讲，这个是多重要的东西。因为当初他发明 MK48的话，就是针对苏联的阿尔法级的潜舰它可以打到在800公尺深的海里面。而且它的时速最高竟然在海里面还可以到102公里啊！所以那个海里面你可以开102公里的话，这个飞弹的速度多快！而且你知道吗？它绰号叫做龙骨杀手啊！所以你看那个伊朗的船舰被打到的时候，它一开始会抖动一下，对不对？为什么会抖一下？心结啊，对，心结，为什么心结？那个 MK48直接穿到你的船体里面嘛。那后来这个整艘船体是往上飘上去，再掉到海里面就折断了。为什么？因为它在里面引爆。说这个飞弹我们台湾有啊？对，有。当然，我们还配备到海鲲舰上面啊。所以这一次我们的潜舰为什么说海鲲舰要赶快让它成军那国民会讲到说，其实，在台海附近的话，我们为什么潜舰对我们很重要？这吓阻中共的那个武力是很重要的那而且包括这个之外，你看这次的战斧巡弋飞弹涂黑色涂装，对，那个就是逆中嘛，对。所以，而且那个战斧巡弋飞弹厉害的地方是它可以贴海低空飞行是。所以你那个船舰被打到之后，直接就沉船因为它还可以战斧。以前我们的战斧是对，等于说是海对地，那现在是可以海对舰。对，现在还有舰对舰或者是空中从空上陆地都可以发射所以你就知道说，战斧巡弋飞弹虽然老崩老一家搞爆头刀的，对，1991年开始服役到现在。它的战机一直在演进，对，整个战斧巡弋飞弹一直在演进，所以你说你今天要怎么防这种武器，对不对？那接下来还有鱼叉飞弹什么 AGM 的158C 的那个长程远程攻击飞弹所以就跟你讲说，很快他把这些武器全部搬出来的时候，伊朗整个海军几乎是团灭，现在海上已经几乎看不到伊朗的舰艇，如果你还有存活的话，也只能往巴基斯坦躲。
赶快去靠岸，先停一下，不要在海上揉拉手哈，一搜出来的话，被美军一搜索到的话，你马上就被击沉了。57台每晚9点，宝洁点兵点出全球战略新布局。